很多人觉得养花是个烧钱的坑，买土、买盆、买药，最后折腾半天植物还是死给你看。其实真正的高手都在玩一种几乎零成本的繁殖游戏，那就是水釉生根法。这简直就是给植物买了份保险。只要你家里有个杯子，哪怕是个喝剩的矿泉水瓶，都能把家里变成一个小森林。今天我们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告诉你为什么你以前水培总是烂根，而高手却能在这个杯子里通过一滴水，让那些看似干枯的枝条爆出大白根。水釉生根法最核心的逻辑根本不是把植物扔进水里就不管了。很多人失败就失败在太懒，以为水培就是泡澡。其实水对于植物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提供生根必须的湿度，又能瞬间阻断氧气导致窒息。我们这个水釉生根法讲究的是一个釉字，我们要诱导植物在极度渴望生存的状态下，逼出它的求生欲，让它把体内的生长激素全部集中在切口处，从而爆发式的长出根系。这一点在台湾这种湿热的气候下尤其好用，但也最容易因为高温高湿导致切口感染，所以每一个细节都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我们先说选材，这也是90%新手第一步就走错的地方。你在修剪枝条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选那些刚刚冒出来的嫩尖，那些嫩尖虽然看着水灵，但是里面的养分积累太少，水分含量又太高，一泡水里细胞壁太薄，直接就破裂腐烂了，细菌一进去，整杯水都臭了。你真正要选的是那种半木质化的枝条。什么叫半木质化？就是你摸上去不像嫩芽那么软，稍微有点硬度，表皮的颜色可能已经从嫩绿开始往深绿，甚至有点带褐色转变了。这种枝条里的营养储备最足，细胞活性又刚好处于一个想要分化的阶段，是最容易生根的。比如我们最常见的黄金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绿萝，或者是家里常养的粗类草，你选这种半木质化的茎节，生根速度至少比嫩头快1倍，而且长出来的根特别壮。选好枝条后的处理手法学问很大，很多人拿把生锈的剪刀咔嚓一下就剪下来，这简直就是给植物做截肢手术还不消毒，剪口粗糙的像被狗啃过一样，植物的疏导组织都被挤压坏了，它怎么喝水？它只能烂给你看。你要准备一把锋利的美工刀或者专用的园艺剪，在剪之前最好用酒精擦一下，这是外科手术级别的无菌操作。下刀的位置极其讲究，要在节点的下方大概1公分左右的地方切，因为植物的生长素大多积聚在节点这个位置，你留得太长，下面那节没有生长素的杆子就是累赘，泡在水里只会腐烂，你留得太短容易伤到节点，所以1公分是黄金距离，切口要斜切45度，这可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增加吸水面积，斜面面积大了，植物吸饱了水，才有力气去长根。处理完枝条千万别急着扔水里，这又是很多人的误区。新鲜的伤口就像人的伤口一样，还在流组织液，这时候直接接触水，伤口很容易感染细菌。你要把它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晾一下，晾个半小时1小时，等到那个切口微微收干，甚至结了一层薄薄的痂，这时候再入水，它的抗腐烂能力能提升好几个档次。对于一些多肉植物或者是天竺葵这类枝叶特别多的植物，这个晾干的过程甚至需要1-2天，你要狠得下心，别怕它干死，植物比你想象的坚强得多。接下来就是水的门道了，台湾的自来水里氯气含量有时候比较高，特别是下雨后，这氯气对人没事，对刚切下来的植物伤口可是有刺激性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你接出来的自来水放在阳台上晒个1-2天，让氯气挥发掉，这叫困水。用这种困过的水来水培，植物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你家里有纯净水或者凉白开那更好，因为里面的细菌和杂质最少，能最大程度的减少伤口感染的风险。至于水位的深浅，这更是个技术活，绝大多数人觉得水越多越好，直接把枝条淹没大半，结果植物只能在水里憋死。其实对于大多数植物，水位只要淹没切口2-3公分就足够了，甚至对于一些特别怕闷根的植物，我们只需要让切口刚刚接触到水面，利用水面的张力和蒸发上来的水汽来诱导生根，这才是真正的水釉。特别是像发财树或者是沙漠玫瑰这种肉质根的植物，你泡深了必死无疑，
只有浅水诱导才能逼出又白又粗的根。容器的选择也很有讲究，新手最喜欢用透明的玻璃瓶，觉得看着好看，能随时观察根系，这当然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植物的根系原本是在地底下的，它们是喜暗的，强烈的光线照射到切口处，其实是会抑制生长素的合成的，所以你会发现同样的枝条插在不透明的深色瓶子里，生根速度往往比透明瓶子快。如果你非要用透明瓶子，我有一招，就是在这个瓶子外面套个黑色的塑料袋，或者裹一层报纸，给根系营造一个黑暗的模拟土壤环境。等到根长出来了，你再把袋子拿掉欣赏。这招叫暗处理，对于那些特别难生根的木本植物，比如月季桂花，这招简直就是神技。说到木本植物，这可是水釉生根里的硬骨头。草本植物像黄金葛、吊兰这种，你随便扔水里都能活。但你要是想繁殖月季、绣球，甚至是柠檬树，那就得用点狠活了。木本植物的皮比较厚，水分这种东西很难直接穿透树皮进入内部，所以我们需要给它开个窗。你可以在枝条下端的表皮上轻轻刮掉一层皮，露出里面绿色的部分，甚至可以把下端纵向切开一个小口，夹一颗米粒进去撑开切口，这叫物理撑开法，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吸水面积，同时强迫伤口愈合组织快速形成。愈合组织就是长根的前兆，一旦你看到切口处长出了一团白色的像瘤子一样的东西，恭喜你，那不是瘤子，那是愈合组织，大白根马上就要爆发了。在水釉的过程中，换水也是个大学问，很多人也是两个极端，要么天天换，要么从来不换。刚开始扦插的那几天，植物的伤口会分泌一些胶质和粘液，水特别容易浑浊，这时候你要勤快点，一天换一次，甚至如果你看到水浑了，马上就换。还要清洗一下容器内壁和枝条下端那层滑溜溜的东西，那个滑溜溜的东西就是细菌的温床，一定要洗干净。等到大概1周左右，切口愈合了，不再分泌粘液了，这时候就不要天天换水了。频繁换水会打破水中已经建立的微生态平衡，也会改变水的温度和含氧量，让植物又要重新适应。这时候你可以只加水不换水，或者3-5天换一次。等到根系长出来之后，就更要少换水了，因为根系会分泌一些有机酸来调节周围的水质，让它变成最适合自己生根的环境。你一换水，把它好不容易调好的洗澡水给倒了，它又得重新忙活。我们再来聊聊几种特别受欢迎但又容易翻车的植物的水釉实战，比如大家都爱的龟背玉，也就是龟背竹。这东西在台湾长得特别快，但是想繁殖它，很多人切下来泡水就烂，原因就是你没带气生根。龟背玉的茎节上通常会有那种褐色的干干的气生根，你在剪枝条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气生根一起剪下来，而且在水培的时候要把这根气生根也塞进水里。这根气生根在空气中是吸湿气的，一进水里它会迅速转化成真正的水生根，疯狂吸水，比你靠内的切口吸水效率高100倍。有气生根辅助的龟背玉几乎是100%成活，如果你剪的枝条没有气生根，那风险就大多了，你得把切口晾得特别干，甚至用蜡封住切口，只靠茎干表皮去吸水才能勉强保命。还有像虎尾兰这种厚叶子的植物，很多人觉得它耐旱，肯定怕水。其实虎尾兰水釉生根非常漂亮，但是有个窍门，就是切下来的叶片一定要晾，晾到伤口彻底收缩发白，然后水只给一点点，大概1公分深，只要能沾到水就行，千万别泡深了。虎尾兰的叶片一旦吸饱了水，再泡在深水里，那个叶肉组织分分钟化水给你看。而且虎尾兰水培长出来的根是那种带着橙红色的，非常粗壮，很有观赏价值。大家看着瓶子里那些白白嫩嫩的根系，心里肯定乐开了花，觉得这事儿成了。但我得泼盆冷水，这时候才是最危险的时刻，甚至比还没生根的时候更危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根叫做水生根，它们是在水这种极度温柔、阻力几乎为0的环境下长出来的，细胞壁薄得像纸一样，含水量极高，功能也很单一，就是为了快速从水里置换氧气和水分。而生长在土里的根，那叫土生根，它们为了在坚硬的土壤缝隙里钻探，
为了抵抗土壤的摩擦，细胞壁进化的非常厚，而且表皮有木栓化，能抗旱抗涝，这完全是两个物种的概念。如果你现在把这些娇滴滴的水生根直接埋进粗糙的泥土里，再用手一按，那感觉就像是把豆腐扔进了碎石堆里，根系立马就会因为物理损伤而折断，或者因为周围环境突然变得干燥缺氧，直接罢工，导致植物在一夜之间脱水萎蔫。这就是很多朋友常说的，明明水里长得好好的，一上盆就死翘翘。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动作，叫做转水为土的驯化。这里有一个非常稳妥的过渡办法，我管它叫天土法。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把植物拿出来，你就把它继续养在原来的瓶子里，但是从根系长到3-5公分长开始，你每天往瓶子里加一勺土，最好是那种细腻的泥炭土，别加石子。就这样一天加一点，让原本纯水的环境慢慢变成泥水，再变成稀泥，最后变成湿润的泥土。这个过程大概持续1周左右，在这个过程中，水生根会感觉到周围的阻力在增加，氧气浓度在变化，它们就会被迫开始自我改造，让根皮变厚，长出更多的根毛来抓取土壤颗粒。等到瓶子里几乎都是泥土的时候，你再把瓶子剪开，连着这坨土一起移栽到花盆里，这时候植物几乎感觉不到环境的变化，覆盆率是100%。这个方法虽然慢点，但是对于那些特别珍贵的品种，绝对是救命的招数。如果你觉得天土法太麻烦，想要直接上盆，那你得在配土上下足功夫，千万别去楼下花园里挖那种又黑又硬的原土，那种土细菌多不说，一浇水就板结的像水泥一样，水生根埋进去就是个死。我们要配置一种专门的过渡土，核心原则就是疏松透气保水。我推荐大家用泥炭土加上珍珠石，比例大概是7:3，泥炭土松软不伤根，珍珠石能撑开土壤空隙，保证透气。这里有个细节，拌土的时候土要是潮的，握在手里能成团，轻轻一碰能散开，这叫潮土上盆。为什么要潮土？因为干土吸水性太强，它会瞬间把水生根里的水分吸干，造成倒吸水的现象，那时候植物还没喝到水，根先干瘪了。上盆的手法也有讲究，千万别像种树一样把土填满了再把植物插进去，那样根都折断了。你要先在盆底垫一层陶粒或者是发泡炼石做排水层，然后铺一层土，把植物悬空放在盆中间，一只手扶着植物，另一只手拿铲子往周围填土。填的时候别用手去按，要拿起花盆在地上轻轻震2下，利用重力让土壤颗粒自然沉降，填满缝隙，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保护根系不受伤。填好土之后要立刻浇一次透水，这叫定根水。这次水一定要浇透，直到盆底流出来的水是清澈的为止。这一步是为了让土壤和根系紧密结合，挤出多余的空气。浇完定根水，最关键的一步来了，也是90%失败案例的死因，那就是缓苗。很多人刚种好，觉得植物需要阳光，直接扔到阳台上晒，这是大错特错。刚上盆的植物根系受损，吸水能力几乎瘫痪，这时候叶片还在疯狂蒸腾水分，如果不加控制，植物马上就会失水干枯。这时候我们要人为的制造一个高湿度的环境，减少水分流失。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透明的塑料袋，把整个花盆连植物一起罩起来。如果花盆太大，就只罩住植物的部分，袋子上戳几个小孔透气，这就相当于给它搭了个微型温室，保持袋子里的空气湿度在90%以上。把这个装置放在散射光通风的地方，千万别晒太阳，就这样闷养个3-5天，你会发现袋子上全是水珠，叶片也挺起来了。在这几天里，你要每天打开袋子透透气，观察一下叶片的状态，如果叶片开始变硬挺，颜色开始转深，说明根系已经开始工作了。这时候就可以逐渐把袋子的口子开大，或者每天去掉袋子的时间长一点，让它慢慢适应外界的湿度。这个过程叫炼苗，大概1周以后，你就可以把袋子完全撤掉，然后把植物慢慢移向光照更强的地方。记住这个过程不能急，植物是有记忆的，它需要时间来忘记水里的安逸，适应土里的残酷。关于浇水转土培后的第1周，要保持土壤微微湿润，不能干透，因为这时候根还没长好，一干就死，但是也不能积水。
积水会烂根，怎么判断呢？你把手指插进土里2公分，如果感觉是湿的就别浇，感觉干了就赶紧浇。等到植物开始长新叶子了，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见干见湿的浇水频率了。至于施肥，这更是大忌，刚上盆的1个月内绝对不能施肥，哪怕是缓释肥也别放，这时候根系不仅吸收不了，反而会被肥料烧伤，一定要等到植物明显开始生长，长出了2-3片针叶之后再开始施薄肥，可以用那种通用的水溶肥，浓度比说明书上再稀释1倍，安全第一。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几种特殊情况的处理，如果是木本植物，比如月季或者三角梅，它们的水生根木质化程度低，转土培特别容易黑杆，这时候除了套袋保湿，你还可以在土里拌一点多菌灵粉末，给土壤消个毒，防止真菌感染伤口。而且木本植物的根系比较硬，上盆的时候稍微深埋一点，增加稳定性，防止风一吹就摇晃，根系一摇晃，刚长出来的根毛就断了，这叫动了胎气。如果是多肉植物转土培，那就更得小心，多肉的水根虽然看着多，但其实很虚，上盆的时候要用那种颗粒土含量比较高的土，比如 70% 的颗粒加上 30% 的泥炭，透气性要极好，而且种好后千万别马上浇透水，多肉体内水分多，你可以采用湿土干栽法，就是用微微潮湿的土种下去，种好后不浇水，放在阴凉处，过个3-5天，沿着盆边给1圈水，引诱根系向四周生长。多肉最怕的就是烂根，宁干勿湿是铁律。其实从水幼生根到土培成活，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活，更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很多时候我们失败不是因为方法不对，而是因为太心急，总想拔苗助长，总想今天种下去，明天就开花。但植物有它自己的节奏，它在水里的时候学会了顺应，在土里的时候学会了扎根。我们作为养花人能做的就是提供最适合的环境，然后退后一步，静静的等待生命的奇迹。当你看到那棵曾经只是一根枯枝的植物，在你的精心照料下发出了第1片新叶，开出了第1朵花，那种喜悦是任何昂贵的奢侈品都带不来的。养花养到最后你会发现，我们养的不是花，是心境。水幼生根法让我们学会了在资源匮乏的时候如何利用一滴水创造生机，土培过渡法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在环境巨变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呵护脆弱的生命。这个过程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大自然教给我们的智慧，而且当你掌握了这套方法，你家里的花草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资源，你可以剪下枝条繁殖出无数盆，送给邻居，送给朋友，把这份绿色的喜悦传递出去，这才是园艺真正的意义，不是独占满园春色，而是让这春色蔓延到每一个角落。最后再啰嗦几句，养花千万别有压力，死了就死了，大不了从头再来，谁还不是踩着无数空盆成为高手的？这根枝条没活，说明它跟你的缘分还没到，换一根再试。这杯水没又出根，也许是温度不对，换个位置再摆，保持一颗探索的好奇心比什么都重要。希望大家看了这2部分的分享都能立刻动手试一试，别让家里的空瓶子闲着，去捡一根枝条，去接一杯水，去见证一场生命的突围。相信我，当你看见那白嫩的根系在水中舒展的时候，你会爱上这种感觉的。好了，赶紧行动起来吧。在这个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我们需要那一抹亲手创造的绿色来治愈自己。祝大家的窗台都能变成一个小小的亚马逊雨林。